大家好啊！又到了1年1度的双11大促，不知道有多少人准备好买电脑了呢？我先盲猜一波啊，应该还是等等党占大多数。原因很简单嘛，现在的潜在用户对笔记本电脑的需求不大，或者说刚需比较少，并且呢预算很紧张，所以说只有真正刺激的性价比产品才能满足他们。就比如机械革命，在中低端档位下可以算是所向披靡。那么这次我们也不再多废话了，让我们一起正式进入到双11选购指南的视频中吧。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一下笔记本电脑的分类啊，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分，就是游戏本、轻薄本和全能本。那游戏本的话，其实是一种性能很强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笔记本电脑里面性价比最高的品类啊，很适合打游戏使用。轻薄本的话，顾名思义啊，它是一种便携性很强的笔记本电脑，背着它去办公室，背着它去图书馆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它的续航普遍都很长。全能本的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品类啊，它里面有一些是真正全能型产品，就是既有性能又有一点便携性的产品。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定位困难的产品，我们没有地方放啊，那也就把它放在全能本里面，或者说你把它当成其他也可以。就比如说创意设计 PC， 它一点便携性都没有，而且很重，然后呢性能的话其实也就那样吧啊，但是你就没有办法给它分类，单独分一个类又太浪费，所以说我把它放在全能本里面。所以说你在看视频之前一定要懂这个3大分类。那还是要说一句啊，那这期视频是没有任何商业合作内容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并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电脑的价格其实每天的变动都是非常大的。我们这边用了2个平台拍视频，这个当天的价格来作为参考。那么这期的话，其实我们推荐的机型是非常非常多的，可以说是历代最多的一次，所以说这个篇幅是巨长的。那为了不是特别夸张，所以说我们还是舍弃掉了一些机型啊。如果没有推荐到你想要的机型，那可能是我没看到啊，眼瞎了啊，或者说是忘记了啊，那肯定不是你没眼光，好吧？行，我们正式开始。首先是2500元到3500元啊，前几年呢，说实话这个价位段我可以说是几乎都推不出什么产品来啊。但是最近的话，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销售比较困难啊，有可能啊，3000块钱左右的话，已经能够买到高色域的这个高刷新率啊，甚至是16英寸大屏幕的那种轻薄本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次的话也推荐4款电脑。第一台红米 Redmi Book Pro 14锐龙版，啊，那这台电脑其实是一个去年2022款的机型啊。那推荐它的理由还是很简单嘛，就是虽然是2022款，但是它的性能依旧是在主流的这个档位内的啊。同时它的屏幕素质很强，2560×1600分辨率的高色域高刷新率的屏幕，这个屏幕说实话一线品牌在这个价位段是绝对不可能用的啊。所以说它的第一大优点也是这个屏幕。同时需要提醒一点的是，它的机身啊，你别看它的价格便宜啊，只有3000多块钱，但是它的机身是采用 CNC 体成型工艺的，在同价位是很少见的。缺点的话，我就提一个啊，就是那个屏幕默认色温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反馈说，哎，这个机器怎么有点泛黄啊？那可能就是它的白点调的有点问题。但是在这个价位段，我觉得还是稍微克服一下吧。这个价位段，说实话，很多电脑甚至说值得推荐的电脑都会有一些小毛病，所以说我对于这个价位段的机器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容的。行，下一台荣耀 MagicBook X14，这台电脑在拼多多上是3000多啊，就是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是3000多，京东的话也是不超过3500的。相比上面一台红米，它的 i5-12450H 的性能就很强了，可以说是目前主流轻薄本的一个性能。它的核心规格很高，然后同时16G 内存，512GB 固态硬盘啊，这也是标配的。那么屏幕的话也是16:10比例的一个屏幕，虽然不如刚才的红米，但是 Full HD 嘛，对吧？也能用。这台电脑的话，还有一点我想提一下，就是它有2个 M.2 硬盘位啊，可以看一下拆机图啊，2个硬盘位，那就说明你如果需要的话，你甚至可以给它升级固态硬盘，这一点很不错。但是缺点也有个比较致命的，就是屏幕可视角度一般。它是 IPS 屏，确实没错，但是 IPS 屏也有可视角度高和可视角度低的。那这台电脑的话，我觉得可视角度相对来说有点小。i5-12450H 处理器，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 i4 啊，但是呢，它这个性能也是我认为也是进入了一个主流的殿堂啊，比前面的那个红米要强很多。好，下面一台红旗蜂鸟未来环保笔记本电脑，看到环保可能很多人觉得啊有点膈应，是不是？但是这台电脑价格真的很低啊，14英寸版本只要2700多块钱，2700多块钱，12代的处理器，16G 内存，512GB 固态硬盘，哇塞，而且是高色域的屏幕，那我管它环不环保呢？是不是？它是真正把垃圾做成了垃圾的价格，对吧？这环保笔记本电脑什么意思呢？就是拿这个海洋可回收的那种废料啊，然后收集起来，然后重新处理，然后做成了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外壳。
这个东西理论上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它卖的很便宜，哎，不错，是不是？低碳环保，真的低碳环保。我们之前推荐的是15英寸的版本啊，那现在已经卖完了，只有14英寸的版本了，所以说我还是接着推荐14英寸的版本，因为这个机器你看拆机图就知道，它是一个拉皮的嘛，就14和15它是个拉皮的关系啊，所以说14英寸版本的那个表现应该和15英寸版本是差不多的。好，这个价位最后一台，荣耀 MagicBook X16 2023，发觉荣耀的机器还挺多啊。推荐它的原因就一个啊，就是它的价格杀得特别的狠，在3299元的状态下，有 i5 处理器，就刚才提到的嘛 ，i4 嘛，对不对？16G 内存，然后是 1TB 的固态硬盘，然后还有一个16英寸的一个1920×1200分辨率的高色域的屏幕。在我们笔记本行业里面啊，有一个规律，就是大尺寸的笔记本电脑一般来说成本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选择的人少嘛，销售量、生产量少，所以说成本均摊也要更高一点，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要更高一点。但实际上拼多多已经把它杀到3299了，那京东其实也不贵3699啊，所以说它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的。那么同时的话，它还有一些值得一说的啊，就是它的便携性啊，相对来说是比较一般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去列到全能本这个品类里面。理论上它应该是好像是轻薄本和谐嘛，对不对啊？但是它的便携性一般，机身其实比较重的啊，所以说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那还有一点要说一下，就是它这个可能是12代处理器的原因啊，它的续航表现相对来说一般啊，4个小时40分钟，这是我们用脚本跑出来的，大概就是一个正常办公人群的一个使用负载。比如说你开着 B 站，然后开着 QQ， 然后听着网易云啊，办公做 PPT 啊，就这么一个负载下面，它大概能坚持4小时40分钟，你们能不能接受啊？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那你还是要选其他电脑。好，那接下来我们到3500到4500元档位。那么在这个档位下面依旧没有47显卡的游戏本啊，除非的话你把这个其他成本压缩到极致，但是这样也不行，因为电脑本身，特别是笔记本电脑，它本身是个整体啊。不过呢，虽然没有游戏本，不过呢，相比上一个档位，其实这个档位的其他电脑的选择就更加多样化了，包括品牌啊，包括配置啊，包括尺寸也是。首先第一款红米 Redmi Book Pro 15锐龙版。那这台电脑是2023款了啊，可以看到有这个 R5740HS 处理器啊，它的价格是做到了这个4295元，R7版本也可以推荐，而且其实我是更推荐 R7版本，但是它的价格就贵了，就4679元了。那么它的屏幕是它的亮点啊，3200×2000分辨率，比刚才那个价位段的最好的屏幕也要好一档啊，100%sRGB 色域，120赫兹高刷屏幕。同时电池容量是典型的大容量电池了，72瓦时的一个电池，而且它在同样的尺寸里面，它的性能释放比较好，屏幕素质又高，续航时间相对来说也是还可以的，5小时56分钟，虽然好像没到6个小时，但是也是6个小时的一个水平了。它的一个问题的话，其实和红米其他机型一样啊，就是首先接口比较少，它喜欢做成那种很简约的感觉啊，所以说就没什么接口。然后同时的话，硬盘没有扩展性，同时它这个速率也是比较差的。对，还需要提一点啊，就是它这个屏幕最大亮度是533尼特，我们测下来最大亮度533尼特啊。那大家在看这个屏幕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分辨率、色域、刷新率就结束了。这个屏幕的亮度很重要，特别是对于轻薄本来说啊，轻薄本的话有一个高亮度的屏幕，你戴在外面使用的话也能看清楚屏幕，好吧，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还是红米啊，红米好多啊，因为红米在低价位确实出了很多轻薄本啊。红米 Redmi Book 14这台电脑是搭载的正儿八经的 i5 处理器了 ，i5-12500H，16G 内存，512GB 固态硬盘，然后呢是个2880×1800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100%sRGB 色域的 IPS 屏幕啊，2.8K 的一个屏幕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屏幕，但是注意啊，亮度是381尼特，看到没？这个就没有刚才那台15锐龙版要好了，这个小细节一定要注意好。其实我有点不理解红米啊，15英寸这么大的机器给个高亮度，哎，小机器给个低亮度，奇怪。但是特点还是差不多的，就是金属机身，质感较好，然后呢屏幕素质其实也不错，380尼特，亮度是低了点，但是也不错。然后同时适配器是比较轻巧的，红米的适配器都是比较轻巧的。它的缺点的话，其实在这个价位段，我希望能有一个13代酷睿了啊，至少有一个什么13450H啊也行吧，对不对？但是没有，只有12代。同时的话，它的 Type C 接口只有一个，然后呢充电的时候要用，所以说很麻烦，不是很方便。那 N-1代处理器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一个续航，你可以发现明显要比刚才的那台15英寸要小了啊，但也有可能是电池原因，4小时23分钟。接下来大家就要全体起立了啊！机械革命啊，无界系列啊，这里面有3台机器，首先是无界14加，R77840HS 处理器，16G 内存，1TB 硬盘，2.8K 高刷屏幕，然后60瓦时电池啊，一切都是很主流的一个配置。
价格只要4000块钱，这个价位说实话刚出的时候简直就是惊为天人，你知道吗？当时就没有见过性价比这么高的机器。你要知道这个 R7740HS 已经是非常强劲的那个核心了，然后再配上这个6400兆赫兹的一个内存，它的极限就能玩很多游戏，很主流的网游它其实都能够玩一玩。而且它还没有结束，你知道吗？它有2个硬盘位，续航表现的话也能5个多小时，啊，我太高兴了！当时测它的时候，我把它大吹了一遍啊，但其实吹也是白吹，因为那个时候早就卖完了。但这台机器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啊，5G14加呢，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它虽然便宜，但是它的这个外壳做工啊，真不咋地。它这个底壳边缘呢又比较锋利，就是接缝处又不是那么的严丝合缝，再加上它这台机器啊，我自己买了一台啊，然后呢发现我这台的音响是破音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无论放什么东西，放什么音乐，它都会有那种破音的感觉，所以这个机器显然就品控有问题啊。那但是放在当时这个价位段下，那基本上是神一般的存在。5G 的第2款神机5G14 Pro。它现在升级到13代处理器了 ，i5-13500H 处理器，16G 内存，1TB 固态硬盘，2.8K 的高刷屏幕，京东目前的价格是3999元。这台电脑是5G14加售罄之后紧接着发布的一款机器。当时的话，其实受众还是挺多的，相对来说还是挺多的，因为你没有14加可选，那又想要一个性价比不错的轻薄本子，那怎么办呢？那5G14 Pro 不就来了吗？而且5G14 Pro 可能你们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拿到手里就会发现它的外壳质感明显好了不少，做工一下子起来了。虽然它是酷睿处理器，但是我心里其实更喜欢这个5G14 Pro 的。为什么5G14 Pro 在当时就没有出锐龙版的时候，当时它的热度相对来说一般呢？就是因为它没有用 AMD 处理器，它的极显性能就是 Intel 这个 Iris Xe 的核显性能不够强，所以说它玩不了太多游戏。啊，那关注我们的人，实话说，他打游戏的人比较多嘛，所以说这台机器就反响相对来说平一点，但我本人还是很推荐的。接下来这台电脑可以说是机械革命5G系列13代的一个收官之作啊，就是5G14 Pro 锐龙版，它集合了5G14加的一个锐龙的性价比，同时还有5G14 Pro 酷睿版的一个好模具做工啊，把这2者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说可以做到 R77840HS， 然后16 1T 14英寸 2.8K 高刷屏，3999元，还是3999元。我觉得甚至有点把前面的用户都背刺了，你知道吗？那我可以这么说，它集合了前面2台机器的所有优点啊。首先第一，扩展性好，双硬盘位，双内存插槽，同时屏幕素质也不错，只不过屏幕亮度确实低了，340尼特，我的天哪！做工也是可以的。缺点的话，我们这台电脑它的漏电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不像前面2台其实还好。那这台电脑比较明显。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的内存频率啊，相比我们测14加的时候，它要低一些啊，所以说它可能会影响到那个 Radeon 780M 的那个极显性能。那同时的话，它的续航，其实我跟你说，今年这个7000系列锐龙7000系列处理器啊，没有对这个续航有多少的帮助。虽然看到这个工艺制成很先进啊，但是你可以看，像机械革命这种不调的这种笔记本电脑，哎，照样给你来个4小时40分钟。你说它60瓦时电池4小时40分钟，那显然不正常嘛，对不对？啊，没办法，就是没调的就是这个结果。所以说，今年其实还挺怪的啊，挺怪的。但这台电脑我还是推荐的啊，收官之作，很好的，3999元。下一台荣耀 MagicBook 14，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它的定价就要比机械革命要贵个300块钱，那京东就更夸张了，是不是？啊，那原因也很简单嘛，它用的是一个荣耀的一个今年可以说是最高级的一个模具啊，这做工很好的，屏幕有玻璃覆盖的，很 fancy 的一个产品。同时的话，这次把120赫兹的屏幕给加上了，而且实测最大亮度567尼特，哇，闪瞎狗眼啊！所以说这个机器还是比较高级的，整体调教也是不错的。你看 i5-13500H 处理器是英特尔13代酷睿处理器。实测的话，我们是这个续航成绩是6小时19分钟，对吧？就荣耀是调的嘛，用那个 OS Turbo 什么的，对吧？它调过，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的酷睿处理器也能够做到6个多小时，再加上75瓦时电池，这个双重 buff 加成啊，还是要调一下。那么缺点的话，有一个比较致命，我觉得就是那个接口数量啊，1个 A 口，我的天呐，建议以后加成2个 A 口，好吧？那除此之外，这台机器我还是推荐的。那同时，它其实还有个老版本，就是2022款 MagicBook 14锐龙版啊，那机器也不错，性价比也挺高的，甚至比这款要便宜很多。但是好像最近缺货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可能是卖完了。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好吧？下面老朋友了啊，战666代锐龙版。那战66这台机器，我们基本上每年都有推荐啊。
其实说实话，这个机器它的最大的卖点无非就是2点，就是首先第一，扩展性好，这个接口嘎嘎多，然后双内存插槽、双硬盘位，就是它把所有的接口，内部外部的接口都给你能上的全上了。然后同时它还拥有同价位最牛逼的售后服务，我不能说好吧，就是规格是最高的，好吧？它是有2年上门维修的，你想看4000块钱的机器给你2年上门维修，哇塞，这个人力真的是有点牛逼啊，我只能这么说啊。但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我对它的感觉就相对来说一般了，特别是这个处理器，R77730U 呢真的是有点弱啊，真的是有点弱啊，还最高还只有25瓦功耗，所以说。它的性能最好能提一点，但如果提不上来的话，它就是一台普通的办公本。如果你买它不想玩游戏，就是一个眼睛看看视频啊，或者是办公，对吧？干这种事儿的话，那我觉得战略6代是不错的。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性能拉还有一个好处，它51瓦时再加上这个低功耗处理器，我们的续航脚本可以跑到7小时40分钟啊，所以说它的续航也是很长的。最大的硬伤就是性能不好啊，你把这个给克服掉，那就没啥问题了。其实还有2点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一个是厚度，20毫米，那挺厚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屏幕分辨率啊，它是 Full HD 的，它的分辨率不够高，这也是它续航能这么长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你可以注意一下啊，能接受就 OK， 不能接受就没办法。好，下一台联想 ThinkBook 14。注意看啊，这是14，不是14加，所以说它的价格很便宜，但是它还是有13代酷睿啊，16G 内存，1TB 硬盘，以及这个2240×1400分辨率的60赫兹刷新率的一个屏幕，363尼特的一个亮度，普通亮度嘛，就是350尼特左右啊。为什么要推荐这台机器呢？我觉得首先第一啊，它还是跟前面那个战略6是差不多的，就是它的一个接口是比较丰富的啊。然后呢，同时有双内存插槽、双硬盘位，扩展性很好。然后，这个 ThinkBook 啊，可能是受到了 ThinkPad 的真传，好吧？这个1.5毫米的键程手感是不错的，但是它和前面那台战略6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它的噪音是比较大的，性能释放是比较猛的，相对来说比较猛。那13代酷睿处理器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啊，它的一个续航的话也不是特别长，所以说你自己看看能不能接受。其实这台电脑你可以看到，我说的不是特别激动啊，原因就是因为我对它的感觉也一般。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特别喜欢这个牌子，或者说你特别喜欢要这种商务的感觉，你可以考虑一下。否则的话，像刚才那台续航长一点的，或者下面那台配置高一点的啊，都可以考虑。那下面这台我讲一下啊，这就是红旗的非凡 Go 14，那一样是 i5 16 1T， 但是它有14英寸的 2.8K 的一个 OLED 屏，90赫兹的啊，它这个亮度就比较高了。然后很多人不喜欢 OLED 屏，是不是？但是 OLED 屏是早晚的事，我只能说早晚的事，好吧？那不喜欢 OLED 屏的可以直接跳过啊，按2下这个右键就可以跳过这一段。咱们先客观的说，这个屏幕规格是比较高的，即便你再不喜欢 OLED 屏，你也承认这一点啊。同时接口也是比较多的啊，2个硬盘位，2个雷电4，然后它的这个摄像头，不错，1440P 摄像头，很多自称高级的适合这个商务场合用的都是1080P 摄像头啊，已经不错了，对不对？甚至有些还是720P 摄像头呢，它是1440P 啊。那缺点的话就是它性能其实还挺彪的，45瓦，所以说它个温度就比较高了，然后机身也比较厚，同时原装适配器比较重。我建议还是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换一个 PD 充电的充电器啊。我再说一句 OLED 的事情啊，就 OLED 的屏幕基本上全是广色域的，在笔记本界。那这台电脑可以说是这个价位段少有的广色域的屏幕，可以看到前面我推荐的基本上都是100%sRGB 色域。这台电脑的话，我们测下来是有99.8%的一个 DCI P3 的一个色域覆盖，所以说它是广色域的机器，但是它没有校色，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还是要校一下色。便宜的机器就这样。好，那这个价位段就结束了啊。这个价位段没有游戏本，但是下一个价位段就有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4500元到5500元价位，七彩虹影星 P15。那 CPU 的话，是不是这13代都没有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把 RTX 4050给塞进去，140瓦的满功耗的 RTX 4050，然后再加上这个电竞屏啊，只能塞1920×1080了啊。但是至少是高色域的，是不是？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价格，5000元以内能够买到4050显卡的游戏本真的很难得，所以说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同时这款模具我们其实测过不止一次了啊，我们去年也测过类似的模具。它有一个大优点，就是它有3个视频输出接口。如果你有这个需求，比如说你炒股啊，需要很多屏幕，那这个机器能帮到你。以及在高负载下面，它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热成像仪的图片啊，
刚看到的时候觉得哇，中间是这么热呀，好恐怖啊！但其实不是的，你看一下它的温度数值就知道了。即便是比较热的那几个键帽，也是40度以内的，所以说它整体的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咱们不能光看颜色啊，也要看数字啊。那缺点的话，其实是一些就是本身的一个设计问题，比如说独显智联的话，就是核显输出的接口就无法使用了，这个是在做主板的时候，我觉得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就变成这样了啊。同时的话，就是它噪音大，然后性能释放比较保守。那这款模具其实还有4060的版本，但是我非常不建议你再去上这个4060了啊，因为4060的话，其实功耗要稍微高那么一丢丢。我觉得还是别上比较好啊，这个4050已经够了啊，4050已经可以了，就是用这个模具加4050，差不多将将够用啊，将将够用。而且4050配 Full HD 屏幕挺好的，对不对？游戏嘛也不是很卡。然后这台电脑的话，其实可以这个解锁功率啊，那我同时也不建议大家解锁，好吧？不要去整花活，就正常用就可以了。下一台机械革命极光 E， 这台电脑其实价格已经到了一个神乎其神的一个地步啊。i5 加 RTX 4060 16G 内存512TB 固态硬盘 Full HD 的一个高色域高刷新率的屏幕，居然卖到5299元，你看5299能买到4060的游戏本了，太恐怖了吧！这也我真的是无语了，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极光 Pro 是不是？很少人会知道这个极光 E 啊，极光 E 其实性价比也很高。然后同时它还有一个卖点，就是它的一个机身重量比较轻，它和极光 Pro 一样啊，它们是同一个系列的一个模具。重量轻这个买点也继承了下来啊，机身的话只有2.15千克，但是便宜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它周边的一些配置它会比较缩一点，比如说硬盘它用 QLC 的啊，那不知道现在换没换啊？反正我当时测的时候，这个机器的硬盘是 QLC 固态硬盘，然后网卡的话也是那个 AX101的很烂的网卡，就是到手我就建议你换掉，好吧？换网卡其实不难啊，你自己看一下就把它换掉也可以。那么这台电脑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极光 Pro 的一个低一档的一个存在啊，所以说我就不推荐你买这个 i7 2K 屏的版本了。如果你要把这个处理器和屏幕再升上去的话，你干嘛不买极光 Pro 呢？是不是也差不了多少嘛？好，下一台惠普新 Book Pro 16，这台电脑的话，首先它外壳质感啊，给我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同时它的噪音控制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测下来466尼特、450尼特以上的一个屏幕。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大屏幕的需求，或者说是做商用也好啊，或者说是做学习也好啊，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它。那机器的话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说我还是把它放在了这个全能本这个段位上啊。但是你要注意，就是虽然我把它放在全能本上，但是它其实没有多好的图形性能，所以说你也别指望用它来玩很大的游戏。下一台战 X16锐龙版啊，这台电脑很极端，推荐它的理由就一个，就是它的续航。它的续航是我们今年测下来所有笔记本电脑里面，可能除了苹果，所有笔记本电脑里面续航最长的啊，10小时29分钟。同时价格促销的话，其实杀的也挺狠啊，有5389元，所以说我就推一下它。但是需要注意啊，这机器的屏幕分辨率只有1920×1201分辨率，同时它的电脑的那个重量很重啊，机器也很厚啊，19.9毫米厚，最厚的地方，然后同时也将近2000克了，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它不是一个轻薄本啊，它很重的。好，这接下来是联想的一个小新 Pro 14锐龙版。那小新 Pro 14锐龙版其实有2个配置可以选啊，一个是这个 Zen 加的那个 R77735HS 处理器，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更高端的一个配置，就是 R77840HS 处理器。这2款产品呢，首先是性能，核心性能有差距啊，其次的话就是一个周边配置有差距，比如说它这个内存，一个是16G 的，一个是32G 的。那在我看来呢，这2台电脑其实都可以选择，特别是上面那一台，不要觉得是7735HS 就吓跑了，因为它的核显 680M 也可以的。你有一个普通的娱乐需求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它。那7840HS 的话，说实话有点贵啊，说实话有点贵，但是它的性能释放比较激进，60瓦功耗，哇塞，那真的是把780M 的那个极限给捧到天上去了，是不是？所以说如果你要核显轻薄本，然后同时又要一个比较强的极显性能，那就它啊，很典型的一台机器，比较典型。哦对，要补充一点啊，联想今年所有的这个小新系列的笔记本电脑都是没有用低温吸的啊，这个是联想的员工告诉我的。那其他系列我不太知道，但是我小新的这个产品经理也不知道谁就跟我说了，好吧，我也转述给大家。好，那下一台电脑啊，可能很多人会不满，就是戴尔灵越13 Pro。那这台电脑说实话没什么特别大的亮点，那推荐它的原因就一个，就是你可以发现我们推荐的所有轻薄本几乎都是14英寸的。14英寸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尺寸了，但是真正要到极限的一个
笔记本的一个便携性的话，那要缩到13.3英寸，那才是一个笔记本真正小尺寸的一个形态。那么这台电脑就是典型的一个13.3英寸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啊，同时它的续航还可以。那如果说你有比较高的一个便携性需求啊，特别是长宽这块啊，你想要一个小型的一个电脑的话，那这台电脑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其他的13.3英寸的电脑要么就是没有，要么就是不如这台，所以说我还是推荐这台。这个 i5-1340P 还可以。好，惠普新 Book Pro 14锐龙版和16差很多，这台机器啊不太一样。那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它有粉色可选啊，粉色可选。那如果说你不想选粉色，那银色还可以便宜100块钱。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吸引像我这样这个心灵比较纯洁的这个用户的，好吧？那其他的话，说实话就是一台正常的一台轻薄本，或者说性能取向的轻薄本，跟小型 Pro 14其实挺像的，但是散热有一点不如小型 Pro 14啊，散热小型 Pro 14更强一点。这台呢我也可以推荐啊，散热绝对不是说弱啊，它散热也可以的，好吧，只是没有那个那么强而已。然后同时还注意一点，它是 OLED 屏啊，它是 OLED 屏，所以说这个 OLED 屏如果你有很敏感的话，那就对吧，没办法。新 Book Pro 14锐龙版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姊妹型号啊，叫这个惠普锐 Pro 14锐龙版啊，这两台电脑其实你可以看拆机图就知道，两者差不多的啊，基本上是一样的。你买之前你比一下价格，如果说那台锐 Pro 14便宜了，你就去买锐 Pro 14。如果这个新 Book Pro 14便宜了，你就去买新 Book Pro 14，好吧，都可以。行，那最后一台还是惠普啊，怎么都是惠普？但这台我肯定得推荐啊，就是新 Book Pro 13。为什么要推荐这个新 Book Pro 13呢？就是你看一下重量，987克，还不到1000克的重量，同时也是13.3英寸的笔记本电脑。这电脑很轻，就不到1000克的重量，同时13.3英寸，很小的一个尺寸，又轻又小，带出去出差实在是太舒服了。这电脑就一个硬伤，就是它的 R77735U 处理器，那真的是一个马甲 U， 而且是很弱的一个马甲 U， 而且它功耗只给了18瓦，我的天哪，就是真的很弱，你知道吗？前面那台戴尔为什么我要推荐呢？就是 i5-1340P 对吧？人家至少是 P28 的，而且是13代 Core P28 的，这个是马甲处理器，又是个低功耗的。所以说性能真的是它的大硬伤，但是真的好看呐，哥们儿！白色外观，哇塞，这白色的季节马上就要来了啊！配色丰富，而且有银色、白色，还有玫瑰金色，真的噪音又小，价格5299元，对于一个不到1000克的电脑来说，真的是不算贵的，好吧？应该我认为女孩很喜欢，但我也很喜欢啊。好，那么4500到5500就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5500元到6500元，相比上一个价位啊，6000左右的话，4060这个主流显卡的游戏本要多不少。不过呢，还是有短板的啊，那依旧很难买到这个类似配置的这种一线品牌的游戏本，一线品牌还要再加价。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年度性价比之王啊，机械革命极光 Pro 2023。那机械革命极光 Pro， 实话说，现在看这个配置好像也就那样，是不是？现在甚至还有一个新版本，就是把这个处理器换成这个 i5-1350H， 但是价格不变啊，也是差不多的。现在好像看上去也就那样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当时他把4060卖到5999元这个行为，简直就是太可怕了。完全没有人能想到说4060的游戏本能够一下子首发就卖到这个价格。这个极光 Pro 是开了先河的，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看它现在的竞争力如何，但你要看它的历史地位怎么样，对不对？对吧？它是第一台杀价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把它放在这个推荐列表里的啊。首发售价5999元，性价比极高啊，极高。而且实话说，即便放在现在，极光 Pro 还是有竞争力的啊，只不过没那么秒杀了而已，对不对？没那么秒杀众生而已啊，还是可以的。好，下一台还是机械革命，我顺便预告一下，这个价位机械革命会很多。机械革命蛟龙 16S 这台电脑把处理器换成了 R77840H， 然后价格的话也是很便宜的一个价格，然后屏幕你可以看到 2.5K 240赫兹的一个屏幕，很不错啦，亮度575尼特我们测下来，说明是一块很优秀的屏幕。我们的色准测下来也不错，平均对焦它只有 0.7， 但这台电脑也有几个比较遗憾的地方啊。首先固态硬盘真的这个性能啊，我们测下来是一般的，然后同时这个模具不知道啥情况，这平行轴不太结实，我觉得。然后这个续航压根儿就没调啊，咱们跑 PC Mark 10 2小时11分钟啊，这还不是脚本，这是 PC Mark 10啊，这个 AMD 看到要气死了，对不对？
对，今年这4纳米这个技术吹了半天啊，全被机械革命毁了，是吧？所以说还是要调一下的啊，虽然是游戏本，但是也要调一下，对吧？意思总要有的。下一台机器还是机械革命蛟龙 16K， 可以看到它的是一个老处理器，马甲处理器 773H 啊，但是显卡是4060的，同时还有一个高亮度的一个 IPS 屏幕，高分屏还是不错的，同样性价比奇高啊，毕竟是一个5999都不到的机器啊，它比极光 Pro 要便宜啊，哥们儿啊，太恐怖了。但是这个价位的模具，你能指望它什么呢？对吧？这转轴不行，这核心散热呢也一般，对吧？但是它便宜嘛，那便宜就行了啊，没那么多废话。机械革命今年就靠2个字把其他品牌全杀穿了，就是便宜。下面一台神州战神 Z8D6， 实话说，现在这个价格屠夫这个宝座已经被机械革命坐上了啊，但是曾经就是这个宝座是神州的啊，神州战神 Z8D6 还是有点水平的，这个配置5748元。屏幕也是不错的，就是亮度稍微差了点，也不是稍微差了点，也就300尼特的亮度是低的。但无论如何，它这个价格5700多块钱呢，这个真的很便宜，还是比那个极光 Pro 我们看的时候要便宜啊。所以说这台电脑看在价格的份上，我们还是推荐的。更何况，其实有人会说，哎，我不喜欢机械革命，那怎么办？那神州也可以啊，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就是它这个屏幕啊，当时我们测下来，这个 Z8D6 的屏幕是 P3 色域的，那么但是现在我看是那个商详页写的是 sRGB 色域，它应该换过这个屏幕面板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最新的亮度到底如何，好吧？这个具体还是你们要去问一下要去问一下客服才可以。就这台电脑，我觉得和极光 Pro 比的话，就是谁便宜买谁，好吧？谁便宜买谁。下面还有一个品牌啊，机械师，不是机械革命，机械师都姓机械，对吧？曙光16 Pro， 这个配置的话也是一个典型的性价比配置啊，屏幕亮度也是不错的，550尼特，性价比很高。只可惜这个 CPU 没有办法用 Zen 4了，它只用得了 Zen 3 Plus， 同时固态硬盘性能一般。这台电脑本质上和那个蛟龙 16K 啊，它是定位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这台电脑我推荐它，就是因为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如果说你不喜欢蛟龙 16K， 你就选它，或者说你不想要机械师，你就机械革命，就反正这2家都可以啊。但是我要在此澄清一点，这个机械革命和机械师它不是一家公司啊，就是机械师是那个。就是海尔这个体系下的，然后机械革命是这个同方这个体系下的啊，不一样啊，这2个不搭嘎的。好，下面是一款1线品牌的游戏本，联想拯救者 R7000啊，这台电脑我可以说是今年联想我最推荐的一个型号。如果说一定要让我推荐一台联想游戏本，那我会推荐这个联想拯救者 R7000。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啊，它的价格就6499、6498，这个价格说实话。没有特别离谱，是吧？那贵还是贵的啊，但是没有特别离谱。那和机械革命也就差个400-500块钱嘛，对不对？然后便宜的时候，我记得6299有促销，那跟机械革命也就差个300块钱。那300块钱你买个联想的牌子，那已经是很赚的了。更何况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做的比机械革命好的，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网卡至少没用 A101嘛，对吧？啊，虽然这个 AMD 的网卡也就那样啊。那整体来说，这个配置上的话，其实就硬参数上面。主要就是这个 R7-735H 这个处理器性能相对来说比较一般，那其他的话就是一些调教优化的问题了，比如说像那个噪音比较大，然后同时这个它本身这款模具其实是老模具，它不是新模具，新模具就是今年出的其他机器，所以说价格贵。这款老模具，所以说价格便宜，但是它可能怕 R7000把 R7000P 给干掉，所以说把这款 R7000自带的显卡超频功能给减配掉了，给切掉了。我记得去年这款模具的机器是有这个功能的。但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底壳做工是一般的啊，底壳做工它底壳是有一点割手感啊，这要跟你们说一声。我们编导说这个是1线品牌的蛟龙 16K， 还这么说不太合适，啊。那无论如何吧，这个机器我觉得是联想今年最值得推荐的电脑。这台算不算？这台也还可以啊，但是有点贵是吧？好，下面还是联想小星 Pro 16锐龙版。那这台电脑就是比较符合我对联想各项要求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啦。R77840HS 处理器，然后呢又有 Radeon 780M 的极显，对不对？很棒。32GB 6400兆赫兹的一个内存，也很棒，对不对？它把这个极显的性能给顶上去了。然后 1TB 硬盘，然后16G 的一个 2.5K 的一个高刷屏幕，再加上大电池。唯一我希望提升的就是这个屏幕的亮度啊，测下来只有369尼特。那就是一个350尼特左右的一个屏幕面板，那我希望有一个400尼特以上的一个屏幕面板。下一台惠普战99锐龙版，
那这台电脑相比于刚才那台小新 Pro 16的话，其实配置和性能就要差不少了，但是它的接口更多，就后期可以升级的一个项目更多，然后更安静，售后更好，续航更好啊，我觉得把它当成商务向的产品看才会比较好一点。那这台电脑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更适合这个小新 Pro 16锐龙版，而不是战略锐龙版，但这个机器还是适合小部分人啊。如果说你是那个少数人，那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啊。这台机器后续我还会再提一下，因为它还有个独显版也可以。下面一台这台机器我等它很久了啊，联想 ThinkBook 14+2023。那这台机器的话是今年上半年第1季度好像就发布了，然后一发布就很火，仿佛大家对于联想的怨气好像跟这台联想机器没有关系一样，就足以说明这台机器表现有多好啊。那么这台机器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要扩展性有扩展性，要配置有配置，然后要价格有价格，要啥有啥，然后性能也有，对吧？只有一个缺点，就是续航扶不上来，其实也扶不上来一点了，毕竟13代酷睿了，比去年要好了。我们测下来脚本是5小时30分钟，那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是否够用啊？但是我觉得就这一点不是特别的完美，其他的话我觉得真的很满意。对于一台高性能轻薄本来说，1.5千克以内啊，现在轻薄本定义都是很宽泛的啊。就是高性能轻薄本的定义来说的话，这个机器已经是做得很好了啊。同时它标配32GB 内存，什么意思啊？就是你 i5 最低配的那个版本，它也是32GB 内存，就这个就让我很高兴，对不对？啊，所以说可以，很推荐。那么这个价位段就结束了啊，那个5500到6500其实是一个很主流的价位段啊，所以说我相信大多数朋友们都会看到这个价位段，我也相信你们在这个价位段里面也不一定会满意，因为很多你们想要的特性甚至品牌都不在这个价位段里，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加价了，好吧？所以说让我们来到6500到7500元，4060游戏本在这个价位段可选的品牌和配置就更多了，同时 CPU 更强了。不过4070还早啊，4070还早。好，第一台机械师曙光16，那这台机器是我们自己挖掘出来的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啊，是 i7 这13650HX 处理器，然后4060 16G1T， 然后16英寸 2.5K 240赫兹的一个屏幕，就是说该有的都有了，然后配置包括硬盘啊什么的，网卡呀，都是一个很满的一个状态，然后价格7000块钱。它相当于是把一个很好的一个配置给你，同时品牌附加值我觉得它加的比较少，或者说压根没有加，所以说我就推荐它了，好吧？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好的。下一台华硕天选4锐龙版，这台电脑，如果说前面那台电脑我是推荐的话，那这台电脑就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游戏本了，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游戏本。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好像是很高的评价，是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它的配置啊。首先，第一，它配置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硬伤，看上去就该有的都有，2.5K 啊，888都有啊。然后同时，它的机身重量只有2.09千克。如果说你有心思的话，你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这个联想的游戏本是多重，惠普的游戏本是多重，戴尔的游戏本是多重，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你华硕天选的游戏本是多重，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它了。这台电脑它不仅仅是把性能给顾及到了，它还兼顾了一部分重量。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还没完。这台电脑我们实测下来，我们的仿真脚本的这个续航时长为6小时53分钟，6小时53分钟，一台4060显卡的游戏本，它的续航要秒杀70%以上的轻薄本，你知道吗？就是说70%以上的轻薄本，它的续航是不如这台游戏本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就是说这台电脑它太全能了，知道吗？它既能打游戏。然后呢，又能2.09千克嘛，对吧？拎着走也不算特别重，然后同时还能续航6个多小时，将近7个小时，太恐怖了。所以这台电脑我真的非常喜欢。但是还是你说任何电脑都有缺点嘛，对吧？这个屏幕下边框老是不改，而且就是也没而且了，好吧？我就希望它换个16:10的屏幕，然后再把屏幕亮度加一下，哇，这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电脑。吹太过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我希望所有的厂家都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机身重量真的很重要，还有这个续航也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忽视这2点，好吧？这是很重要的点。下一台啊，又回到了我们大机械革命啊，骁龙16 Pro。那这台电脑在机械革命里面属于一个特别满的机器了啊。R9 处理器4060，然后16G 内存，1TB 硬盘，2.5K 的一个550尼特亮度的屏幕，对吧？
终于舍得上好屏幕了。你看这个低配版就是350，对吧？高配版就550。那测下来的话，屏幕素质确实不错啊。平均delta E小于1啊，0.98。那个最大delta E也是小于2的啊，明显校过色了呀，对不对？同时这个性能释放也是不错的，对吧？这 R9 处理器，双烤56瓦的功耗，单烤105瓦，哎，这 AMD 从来没有这么猛过呀。机械革命骁龙 17KS 这台电脑是一个17.3英寸的一个大屏笔记本电脑，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主流游戏本都15.6或者16英寸啊，17.3其实要明显大一圈。打游戏说实话，屏幕越大越好啊，所以如果你对便携性要求没那么高，就一般性就是坐宿舍里，或者说就放在家里，就不太挪动它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一下17.3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啊，它屏幕大一圈就是舒服很多。好，下一台电脑比较特殊啊，惠普战99锐龙独显版。那刚才我们其实聊过惠普战99锐龙版了，那这次的话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加上一张 RTX 4050 6GB 的一个独立显卡。那这台电脑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啊，为什么很多人会去关注它？这台电脑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测它，我是后面被留言很多催，然后我再去拿来测，然后才发现说哦是这么个意思啊。那它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多人吧，他对性能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呢他又没有那么高的需求。我并不是说要一定风扇猛转，然后开得很高很高的那种需求，对吧？它有一点，但是不是很多。同时他还不喜欢游戏本那种张牙舞爪这种杀马特风格，那比如说这种对吧，很炫酷的感觉，他不喜欢啊。我喜欢这种就是很怎么呢，很从容的这种啊，很高端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像高档的商务车一样，那不希望你像法拉利一样，对吧？像这种感觉才是他们想要的。然后呢，轻薄本呢性能又不够啊，然后又需要一个大屏笔记本，那怎么办呢？对于这种比较纠结、比较拧巴的一个群体来说，那这台电脑就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既然那么拧巴，那你要承受它的后果，就是它的4050也就50瓦功耗，啊，也就50瓦功耗。那当然还是秒杀那个780M极显的啊，这个再弱也是秒杀，好吧？就是打的妈都不认识的那种，好吧？啊，我实话跟你说，这有台机器非常可惜啊，就是我超想推荐它，但是它没货了，就是这个红旗非凡 X14啊，618视频里面我就推荐过它，就是它是14.5英寸，然后有个4050的一个独显。啊，这个在同价位里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配置，啊，所以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全能型笔记本，又有便携性，对吧？尺寸小嘛，啊，又有性能，游戏性能，啊，但可惜这个机器好像现在搜都搜不到了，像没存在过一样，啊，不知道为啥，好吧，可惜了。如果有的话，我还是推荐它的啊。下一台，高端洋气上档次啊，联想 Yoga Air 14S， 这台机器推荐它就一个理由，哎，刚才说过了，就是高端洋气上档次。它的外壳质感是非常的精致的，然后同时它的造型设计、它的配色搭配也是非常大胆的，所以说很适合那些就是追求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这种很特别的这种用户选购啊，比如说你是个艺术家啊，你追求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对吧？大家都在用这种苹果，都是那几个颜色，哎，你拿出来一个金边的是吧？又不是特别土的这种颜色，土吗？应该不土吧？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那种感觉，特立独行的这种人群啊，非常适合买这台机器。同时它的整体的一个表现也还行吧，是一台还正常的一个轻薄本，而且 Yoga Air 14S价格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配置其实有一种旗舰轻薄本的感觉啊，但是它的价格是7198元，大家都知道旗舰轻薄本那都是16000、17000的，那它就是个零头，所以说这机器我是推荐的。下面一台华硕灵耀13，这台机器其实和惠普的新 Book Pro 13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重量也是1000克，然后也是这个13.3英寸的一个屏幕。然后它的处理器是 i5-1335U 处理器，那么这台电脑的话也没啥好说的，就是一个性能比较弱，然后同时机身比较轻巧的一个机器，续航的表现也不错嘛，因为它满载也就20瓦功耗，那它能多那个呢，是吧？好吧，还可以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买它，它比惠普的那个更商务一点，更严肃一点，惠普那个的话更加的怎么说呢，好看一点，对吧？单纯的好看。好，接下来是中高端价位了啊，7500元到8500元。那这个价位段大部分是贵或者配置突出的这个4060游戏本，那还有一部分定位上比较便宜的4070游戏本。首先，神州战神 T8 这台电脑看上去有点不像神州，是不是？这台电脑是神州的一个全新模具啊，可以看到 logo 都重新设计了一下，可以算是神州冲击高端那个产品了啊。只可惜这个冲击高端的阻力还是相对来说有点大的啊。那之前这台电脑首发是8999元，那现在的话已经降到了7899元了。
到这个价位段，我觉得不错了哈，可以推荐了。你看到配置的话，也是该给的都给了啊，甚至配置我觉得比上面那台还更高一点，对不对？这机器散热表现还行啊，这个噪音的话是有点高啊，噪音有点高，主要的是做工质感进步很多很多。下一台联想拯救者 R9000P， 那联想今年值得推荐的电脑并不多啊，但这个算是一台。CPU 的话给了一个比较高规格的，然后同时的话，它的一个性能释放，整机性能释放还是很有联想的水平的，整机性能释放比较好。它在双烤的时候已经有这个55加140瓦的一个水平了啊，195瓦算高的了。同时，联想的一个拯救者游戏本还有个老传统，就是接口数量很多，4个 A 口，2个 C 口。虽然速率不高吧，4个 A 口我记得都是5G 的，但是这个数量是够了。C 口也是高速率的啊。有一点我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它的这个 C 口不是 USB4啊，我觉得这个价位段了8100多，怎么也给个 USB4啊？但是没有啊，有点可惜。这个配置在这个价位段里还是稍微有点贵啊，我觉得就有钱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没钱的话就是还是买一些性价比型号会好一点。好，下一台红旗暗影骑士龙16，暗影骑士怎么突然跑出来了哈？很简单，你看它显卡吧 ，RTX 4070啊，那这个性能就要比4060要强一个档位了啊。它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在4070游戏本中性价比比较高啊，4070游戏本一般都很贵，它算是比较便宜的一款。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啊，它噪音真的是大呀。这个没开全速模式啊，都是60分贝以上了，我觉得都没有这个必要，你知道吗？你看它的表面温度都吹到这个程度了，真的，这冬天不得冷死啊？这冬天冻死了，真的。这个红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软件。它的硬件其实真的还可以，包括那个什么掠夺者琴啊什么的啊，包括这台暗影骑士龙啊，硬件都还是可以的啊，散热做的都还是有模有样的。就这个软件调教真的是差的不能再差，但它便宜啊，便宜，4070里面算便宜的。好，下一台，联想 ThinkBook 16加锐龙独显版。那这台电脑应该是 ThinkBook 16加里面配置最高的了。其实 ThinkBook 16加各个配置版本我都可以推荐啊，我都觉得还好，除了3050版本我觉得有点傻，那其他配置我觉得都还可以。特别是这个4050的这个最顶配的版本啊，虽然顶配真的很贵呀，但是如果不差钱的话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它的显卡你看给的功耗也很足，内存都不用说了嘛，对不对？然后同时它的重量厚度，你可以甚至可以把它当做轻薄游戏本来用啊，所以说是这么个回事。如果说你对电脑价格比较敏感，你就买那个没有独显的版本啊，那它价格会便宜很多很多。但如果说你还是要一点图形性能，那你甚至可以买个带独显3050的版本啊。只不过这个3050我心里总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如果你喜欢可以买。刚才那个是中高价位啊，接下来呢真的是马上要跨入这个奢侈品行列了啊，8500到1万。首先 ROG出来了啊，高级 ROG 魔霸新锐 ，ROG 出来说明什么？说明出来它最便宜的型号嘛。魔霸新锐每年都是 ROG 里最便宜的型号。或者说性价比最高的型号，对不对？在这个档位下面能买到性能释放还不错的游戏本，同时还是 ROG 标的啊，这就是它的卖点，最大的卖点。同时屏幕素质还不错，2.5K 240赫兹的屏幕，还有450尼特亮度，可以，性能释放也是很激进的。屏幕还是支持色域切换的啊，它是广色域屏啊，支持色域切换，所以说该有的其实还是有的啊。这个机器很便宜嘛，我们用了一会儿时间了，测下来我发现说这外壳呀不是很耐脏。我建议你经常性的去擦擦啊，要不然的话把油渗进去就不太好。反正很好啊 ，ROG 里性价比高。好，下一台微星雷影17。说实话，这微星呢，这个比游戏本啊，一般都是1.23万以上的，那可以推荐。那1万以下的，那基本上都是个顶个啊，都是很拉垮的机器啊。但是雷影17出来，雷影17测下来表现还可以啊，那就是这个价格其实也没啥性价比啊。我们测下来首发的时候是8499。我猜测这双11应该也会降到这个价。那如果说比这个价格要高，那真的是算了，好吧？这个价格还是太贵了。哦，对，还有一点，这机器有一个很好玩的配置，它搭载了 WiFi 7无线网卡。虽然现在没人用得上 WiFi 7啊，但是它用上了 WiFi 7网卡，真的是有点奇怪。你们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啊 ，WiFi 7网卡。下一台联想 ThinkBook 16P。这个机器就是我刚才在视频最开头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一些定位比较困难的机器，它就是一个典型啊。你可以看到它重量，机身重量2.21千克，比这个天选4啊要重出将近200克啊，所以说它是身材是比较笨重的。然后呢，同时它的这个配置也是有点像游戏本那种配置啊。它的产品定位是一个创意设计 PC，
什么叫创意设计 PC 呢？就是你拿笔记本过来去做视频啊，然后去做这个绘画呀，类似于这种设计类的工作，平面设计类的工作，都跟色彩啊、跟影视啊有关的啊。那这台机器就是为这种人群服务的啊。但是你要自己加装一下内存什么的啊。很多没有这方面需求的人也很喜欢 ThinkBook 16P， 为什么呢？因为它看上去就像刚才的战99锐龙读写版一样，它看上去不像那么的游戏本，但是它又有游戏本一样的性能，那就很受欢迎啊。所以说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下一台华为 MateBook 16S， 哎呀，这华为终于看到了哈。其实呢，我对这台机器都还是挺有想法的。比如说像 MateBook 14S， 它的外放音质，就是很不错的。但可惜这个在我们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机器又没货，然后这个有一些很小的点没有销量的点啊，价格又挂得很高，所以说我就没放进去。那像这台的话，我们是搜到的啊，所以说这台机器我们就推荐一下。推荐它的理由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多说啊，它是一台16英寸的大屏幕，玻璃面板覆盖，500尼特亮度，然后色彩也是调的比较不错的触屏的笔记本电脑啊，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有华为的手机的话，你还可以跟它进行这个互动啊，它可以把华为手机去跟它握手，然后握手之后呢，你可以在上面传文件，传得非常非常快，然后同时还能在这个华为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面去运行手机上的 app。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然后用笔记本电脑的键盘鼠标去操作华为的手机啊，那这种使用的感受，目前只有2个厂商做到，一个是华为，一个是华为的儿子荣耀。当然现在荣耀和华为已经分开了啊，他们两套软件也分开了。我知道其他厂商有这个软件，但是跟华为和荣耀比的话，还是有点距离的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大卖点啊。那如果你有华为手机，然后同时你想要个大屏笔记本的话，你可以考虑它。如果你有个华为手机，同时你有便携需求的话，那可以考虑一下14S，如果买得到的话。那如果你想有个华为手机想玩游戏的话，那抱歉没办法，好吧，没办法，华为没有游戏本。好，下面一台惠普战 X14，这台电脑一定程度上有点像华为的那 MateBook 14S， 但是它是一个纯商务型的那个产品，同时它的屏幕真的是规格是拉到满的啊！你别看它的那个参数是一个什么 2.5K 的一个高刷屏幕。实际上它是一个惠普的 DC 屏啊 ，Dreamcolor 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惠普的一个色彩认证，很多影视行业都是很认同这个 Dreamcolor 的一个调教能力的啊。那所以说这个机器的屏幕观感是非常赞的。那除了屏幕以外的话，其他方面它就是一台有点重的商务本，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普通，在这个价位段比较普通。就买个屏幕嘛啊 ，DC 屏啊，8999买 DC 屏，以前就是28999才有 DC 屏，你18999你都买不到 DC 屏，懂吗？你要3万块钱才能买啊，现在8999，也不知道惠普怎么想的，挺厉害。这个价位最后一台华硕破晓 Air 2023，啊，这个机器其实也有点怪啊，跟那个0113有点相似啊，但是它是一个华硕商用系列，华硕有商务本。没想到吧？0113这种机器就是传统的家用轻薄本，他们是家用那个体系下的。然后呢，华硕有商用体系下的，就这个关系有一点点像什么呢？有一点点像什么？就惠普啊，惠普不是那个新 Book 系列嘛，不是还有战66什么的吗？战系列嘛，新 Book 和战，你们发现它2个产品是有一点重合的，是不是？啊，有点重合的，包括那个联想的那个小新系列和那个联想的 ThinkBook 系列，是不是有点重合？产品线有点重合的。其实就是那一部分是家用系列，这一部分是商用系列啊，所以华硕其实也有。华硕的话，像那个灵耀啊、什么那无畏啊啥的，都是用家用系列，然后破晓就是商用系列。只不过华硕的这个商用系列低调一点啊，这个确实有点少，产品确实有点少啊。那这台的话，其实我测下来感受还是不错的。以前它的上一代的它的给我的表现感觉是很一般的啊，这次进步了很多，整体参数上进步了，然后同时的话，它的重量还是保持了一个1公斤以内的一个超轻的一个便携性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最大卖点。然后屏幕素质比较好，90赫兹也算是一个中刷屏，对吧？也不错了啊，也不错了。那这台机器就有2点让我比较不爽啊。首先第一就是可以看它的热成像图，它是侧出风的啊，这年头居然还有侧出风电脑，很少见了吧？所以说这个位置用的时候高低会有些吹手啊，然后同时它的续航也是一般的啊，这续航真的是没调好，我只能说啊，4小时20分钟，有点短了。好，那这个价位段，说实话，8500到1万这个价位段啊，能推荐的电脑其实不多。这个价位段大多数呢都是上一个价位段的模具，然后
多塞一些配置进去，比如说我把 i5 换成 i7，然后呢把这个内存换成32G 的，硬盘换成512换成1T 的，然后把它卖到8500到1万元。这个价位段可选的东西不是很多。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价位段啊，1万到2万。首先 ROG 枪神7 Plus 超劲版，这台电脑非常的极端啊，这个 i9 是最高规格的 i9 13980HX， 我们测到的是 RTX 4080 12GB 的一个度线，4080的性能要远强于4070啊，4070和4080中间是断档的，我觉得至少断3档，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价位段的电脑有多爽啊，有钱人就是爽。32GB 内存，1TB 固态硬盘，18英寸的240赫兹刷新率 IPS 屏，18英寸，哥们儿，它就是一台移动堡垒啊，它就是一台飞行堡垒啊，对不对？这实在太牛了。所以说这个电脑的配置还是很顶的啊。那散热啥的就不说了，性能释放都是顶中顶，对吧？很高端的一个，然后表面温度可以看一下，很棒啊。这个键盘区域基本上全绕开了啊，热的地方都是转轴这个位置，是不是？下一台机器，惠普暗影精灵9 Plus 高能版。那相比于暗影精灵9，其实我内心更想推荐暗影精灵9 Plus。为什么呢？因为暗影精灵9 Plus 才是真正的高性价比啊！每年4080首批游戏本最便宜的可能不是惠普，但是一线品牌里最便宜的肯定是惠普。这个4080能卖到14999元，然后呢，甚至后续我记得还有更便宜的版本。甚至还有配置升级版本，所以说我是比较推荐它的。如果你消费得起4080显卡，同时又想要一点性价比，又同时不太喜欢那种2线品牌的话，那惠普暗影精灵9 Plus 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个没有办法选别的了。接下来一台，如果说你能选择2线品牌，来了，机械革命旷世16 Super， 这台电脑我们测得很爽啊，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它有一个水冷啊，这个水冷对于电脑的一个散热的增强啊，真的是很明显很明显。怎么说呢？它并不是让电脑的这个温度压得更低了，而是它让电脑的风扇转得更慢了啊！你电脑风扇不用转那么猛，也可以压住这个配置了啊！这就导致它的噪音控制得很好啊，相对来说噪音控制得很好。你看我们的实测数据，满载是49.1，风冷模式下55.3，你想想看，对不对？风冷模式其实就还好了，这个水冷模式下连50分贝都不到，那真的是轻薄本级别的啊，全能本级别，不要轻薄本。全能本级别的这个风扇噪音了，所以说这个游戏本玩游戏用这个电脑，它的噪音体验是很好的。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这个机器我不知道是品控问题还是咋的，我们的这台电脑它的水泵啊，在低负载时或者中低负载的时候，它水泵会有噪音。那高负载时其实也有，但是风扇转起来了嘛，那也就听不见了。那我觉得这个要注意一下。好，下一台 LG Gram 171，这台电脑是我真的是自己一直在用的电脑。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啊，那朱光你测那么多电脑，你自己用什么电脑啊？我用的就是这台 LG Gram 17。那我的配置也是这个配置，是一个3050的配置，然后32G 1T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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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配置，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我认为啊，其实核线版更好，就3050那个真的是40瓦，真的是弱呀，啥都干不了，真的是。但是不影响我对这台电脑的喜爱啊，原因很简单，就是其实你们可以看到我戴眼镜嘛，你会发现我其实是个远视眼，发现没？我不是近视啊，我是远视，我先天性远视，而且我这只眼睛是基本上看不太见的，其实我就一只眼睛在生活，所以说，那我对于电脑的这个屏幕啊要求是很高的，就是我不希望它的屏幕，我的屏幕不能太小，因为太小了，字太小我真的看不见，但是呢，然后字太小我就要凑近看，凑近了我就看不见，离远了又看不清，那怎么办呢？就是远近都不行，那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屏幕拉大，然后呢这个缩放比例再调大，那这样就能看见了。所以说 LG Gram 17真的是救我狗命啊，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台机器啊，所以说我很喜欢它。把我撇到一边啊，那说这台机器本身的话，那它的定位也很明确，就是中国这个大陆这个市场环境内唯一一款这个就是大屏幕的超轻笔记本，重量你可以看到带独显的1.43千克。如果说是核显会更轻，如果说你选择了 LG Gram 16会再轻一点，我记得好像就1公斤出头一点嘛，就是大尺寸里面很少有这么轻的笔记本电脑，所以如果你又要大屏又要轻便，跟我一样，那就选择 LG Gram 好吧。LG Gram 16英寸的话，我记得在京东的话是9999，就1万块钱啊，是很贵，而且它的质感真的是我绝了，我靠，这真的。我很喜欢这台机器，但这台机器的质感真的是一点都不像一台1万多的笔记本电脑。
就是那个塑料感，摸上去简直就是，说它5、6千都说多了，你知道吗？就是没办法，没救了。但是大屏轻便啊，没得选，就它，好吧。下面是苹果的3兄弟啊，我就放一块说了 ，MacBook Air、MacBook Air 15和 MacBook Pro 14。那么其实苹果全家我都推荐啊。那么在这个价位段是这3台。那么 MacBook Air 的话很简单，轻薄本对吧？你要有用这个 Mac 的那个生态啊，然后你要用 Mac OS 这个系统，那你要轻薄本13英寸的，便携性强的，那有 MacBook Air。那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啊，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你需要苹果生态系统，那就 MacBook Air 15啊，它是一个屏幕大一点的 Air。但是要注意啊，就是这个 MacBook Air 15还是挺重的啊，这个重量还是不容小觑的。然后那 MacBook Pro 14，那真不适合普通人了。你不要觉得说，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 该怎么选啊？这个问题问出来，那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因为 Air 是一个轻薄本，是一个普通影音娱乐也可以买的电脑，但是 Pro 不是。首先 Pro 真的很重，即便 Pro 14也很重。好吧，你不要小看它的一个重量。然后其次 ，Pro 性能很强，然后它是用来做这个，也是影音娱乐，它是用来做这个平面设计啊、影视剪辑啊、音乐制作呀，是这方面的人群啊、人才去用的电脑，是专业的生产力工具啊。按照他们的话说，是不是？千万不要去浪费，去拿它作为一台办公的学习用的笔记本电脑，太浪费，太浪费了。但你有钱，当我没说啊，你有钱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我认为你把它拿去。就是买过来当成一个天天放在宿舍里，然后拿到图书馆去，拿到教室里去的一台办公本、学习本，啊，给同学看看，给自己看看。如果说是这么个需求，用 MacBook Pro 14的话，我跟你讲，你会后悔的比较快，好吧？下一台，联想 Yoga Pro 14S 至尊版。我说的这个全能本的定义是什么啊？刚才我在视频开头也说过啊，全能本的定义就是。你既要有一定的游戏性能，又要有一定的便携性能，但同时两者都不是特别的极致啊。游戏性能也就那样，便携性也就那样啊。那这种产品，那叫做全能本啊。那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款就是全能本啊，可以看到搭载了标压 i9 处理器 ，RTX 4060 80瓦的一个独显，32G 内存 1TB 固态硬盘，14.5英寸。3072×1920分辨率的一个 IPS 触屏啊，机身重量比轻薄本的底线要重一点点，对吧？1.65千克。那这台电脑就很典型的全能本，同尺寸里面啊都是14英寸左右，性能释放真的很强，而且它还支持独显直连啊，这个游戏性能拉满好吧，对吧？而且这个屏幕素质不仅高，它是 LCD 屏啊，那个真的很棒，好吧？这个。大家都能满足是吧？外放音质也是在线的。缺点嘛，这么小尺寸要有这么强的性能释放，那噪音必然很高啊。所以说它的满载是51.8分贝，虽然比游戏本还是轻，但是也不是特别轻了，好吧？也不是特别轻了。以及高性能需要什么？需要很强的电源适配器，它140瓦这个电源适配器啊，挺沉的。联想其实还有一个140瓦的一个拯救者适配器，我记得啊，应该可以兼容，好吧？但是我没试过。然后还有一点我要提一下，就是这个表面温度啊，这个。不知道他们怎么设计的，这个键盘中间空格这个地方比较热，哎，好神奇！中间这一块有个热量孤岛啊，就算热也是还好，就是这是一个满载的啊，已经是个100%满载的这个电脑的这个键盘温度啊。那这个温度的话不算特别高啊，但是中间有一块热，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好吧，也要提一下。总的来说，这款电脑我是推荐的，但是全能本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这个价格啊，拼多多了都是还要11988元。啊，真的很贵，真的很贵。下一台，华硕01 Pro 14，我刚才说的话就不用再重复一遍了吧？你可以看到这个机器配置跟联想那台真的是差不太多，是吧？真的差不太多，大差不差。然后同时这个屏幕规格啊也是虽然是 OLED 屏啊，但是也色域切换什么都有，对吧？独显直连也有，然后噪音嘛也是偏大的，就是这个套路。如果你不喜欢联想，那你就华硕。如果你觉得华硕这个有点不咋地，那你就买联想，好吧？就基本上就这么个套路啊。当然还有别的选择，就是那个换什么的，是吧？啊，后面我们再讲。好，接下来华硕 ProArt 创16这台电脑就是个旗舰级的创意设计 PC。那么创意设计 PC 一定程度上有点像 MacBook Pro
但是它们是 Windows 操作系统，所以说适合那些需要 Windows 系统的创意设计人士使用。如果你要拿这台电脑打游戏，那我觉得实在是太浪费了，真的太浪费了，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答应我好吗？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如果因为买这台电脑的人应该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比如我们是做这个视频的一个团队啊，我们不是用 Mac 这个体系去做的，因为我们有些软件是不兼容的，那我们只能用这个 Windows 啊。那所以说这台电脑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只是我们用台式机而已，对吧？如果你有移动需求，那我可能就会考虑这台机器。接下来，幻系列3台机器，幻 X、幻13、幻14。那今年其实幻系列在我看来进步是比较大的啊。首先是依托了这个 RTX 4070显卡的更新让它的那个能耗比提升非常大，所以说那些小尺寸的笔记本电脑它的性能提升幅度很大，不像以前的话这个3060什么的功耗砍一点点，哇，这性能咣当一降了。但是40系不是这样的，40系的话你140瓦砍到110瓦，没任何性能变化，不错嘛，对不对？所以说幻 X 幻13这些就是性能提升幅度会比较大。那另外一方面的话，那个幻 X 这些，他们自己也本身是比较争气的他把屏幕啥的都更新了一下，散热也是有所进步，所以说更值得推荐就幻 X、幻13，我认为是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的。你给我找一个比幻 X 更牛逼的平板出来，对吧？没有吧？对，你可以说我这个平板更轻巧，我这个平板更便宜，对吧？或者我这个平板更加高级但是你跟我说我这个平板性能够强，更强，那是不可能的。这幻 X 性能肯定是最强的。对吧？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说，除了果粉可能不这么认为但是 Windows 这个环境下面，幻 X 肯定是最强的。那所以说这台电脑是没有任何对手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幻13，也是13英寸的电脑，你给我找一个更猛的出来，是吧？没有吧？7940HS，再加上4050的一个独显甚至还有4060独显，你想想看这什么概念所以说13英寸你很难找到这么强的笔记本电脑，你如果有这个需求你就买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幻 X 和幻13的潜在消费者说一声如果你要买这2款电脑打游戏或者干别的事情，你一定要注意，屏幕尺寸小真的很影响体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游戏，比如说你拿这台电脑玩撸啊撸，屏幕尺寸小和屏幕尺寸大完全是2种体验，好吧？你觉得你要在这个13英寸的屏幕上面打一天的撸啊撸，你真的会很难受的。所以说这一方面你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你玩游戏也好，就是你最多是过把瘾的一个状态你不能说我长时间的不停的去用这台电脑玩游戏，除非你能外接屏幕，否则不行，好吧？我非常不建议，因为真的很影响体验。就举个例子好了，就之前有个哥们儿拿着幻 X 玩那个《博德之门3》，可以打开没问题，性能还可以的了，对吧？啥都看不清，你知道这字太小了所以说很痛苦很痛苦。这个标题图像都是很小，凑合玩一下可以，长时间玩真的不行。幻 X、幻13，接下来是幻14那刚才说过了嘛，那个全能本有很多选择，那联想和华硕都来了一款，那接下来就是 ROG 幻14呢。说实话，从造型设计上来说，它完全就是没有那个商务的感觉了那个 Yoga Pro 的那个还是有点商务感的，然后灵耀也是有商务感的，幻就没有商务感，它本质上是一台相对来说比较优雅的游戏风格的电脑还是很酷的，还是很有个性的。那性能释放也很强，然后呢价格你看也是比前面的2位要便宜的所以说这台电脑买的人还是挺多的，同时它的反馈给我的也是不错的。最可惜的是去年这款电脑它用了 A 卡，瞬间就那啥了今年不错，用回了 N 卡，而且是4060所以说很爽，很推荐这台机器我很推荐。接下来一台 Alienware X14R2，那前面都是一些就是我认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全能本，那这台就是超级激进的全能本它这个机身厚度我们测下来真的就最厚处14.5毫米，15毫米都不到，就是薄，超级无敌薄，你知道吗？Alienware还是挺会搞的所以说这个机器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很惊艳的。去年我记得它的 R1就是它的第1代，我给到了一个 S 级的评价，最高级评价因为它做的实在是太好了，就是让我非常的。就是它这个设计感让我非常惊艳，所以说我给它一个很高的评价。那么今年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就唯一的变化就是屏幕从 Full HD 变成了 2.5K 的一个高刷屏，那我觉得还可以。那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没有解决，该有的都还是有的，然后的价格也是很贵的。还要批评一点就是今年 Alienware 包括戴尔屏幕亮度全降了，都到300到350左右，这个屏幕亮度真的很低包括这种很贵的机器，15000的机器都是350尼特，哇，
这个真的要批评啊。行，那么这台机器的话，我觉得不太能跟上面几台比，因为这个它本身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富豪的玩具啊。因为前面几台机器还是比较注重实用性的，这台机器是被设计而驱动的，就是不是一台就是性能驱动的产品，是设计驱动的产品。接下来，华为 MateBook X Pro 微容典藏版，那这台电脑或者说 X Pro 这个系列，我已经推荐了好多年了啊，而且它依旧值得我推荐，我觉得很神奇啊，因为华为还是有点东西的，你知道吗？今年这个微容典藏版啊，它这个手感跟那个某人的大腿一样啊，所以说摸起来是很舒服的啊，摸起来真的很舒服。然后呢，它有一点点像类肤质的触感，然后同时它又不像是类肤质涂层那样容易沾染指纹啊，所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材质。这台电脑它的一个配置也是拉到满了，32加2T，我的天呐！然后重量的话控制的也还可以，对吧？就是价格比较贵啊，价格比较贵，毕竟是华为的旗舰中的旗舰了啊，所以说这个贵也是很正常的嘛啊。另外，这种超薄本啊，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这种接口种类是肯定少的。像这台电脑只有 C 口和3.5毫米耳麦口，如果你有接 A 口的需求的话，你得买转接器。好，接下来一台奇葩电脑啊 ，Yogabook 9i 啊，看这个样子你就知道它是个很奇怪的电脑了，对吧？它有2块屏幕啊，同时呢，它也不影响它有一个键盘啊，你可以把键盘吸在一个屏幕上面，把它当成一个笔记本电脑的 C 面来用，也可以把键盘给挪出来。让这2块屏幕横着放、竖着放啊，都可以。所以说这个电脑的可玩性是很多的，但是这个电脑的本身的表现也是局限于可玩性了啊。性能的话也是非常一般的啊，1355U 处理器，那真的是这个价位可以说是最弱的处理器啊，应该没有比这更弱的。而且它的这个功耗啊，也就24瓦啊，24瓦之下的话，温度也不算低了。所以说，这个机器只能说是一个老板可能会觉得尝个鲜啊，用一下，我觉得没问题的。其他的就算了，好吧。好，那说到老板用的电脑啊，这接下来一台也是一样的啊 ，ThinkPad X1 Carbon 啊 ，X1 Carbon 其实每年都会更新，那今年的话也没什么改变啊，主要就是 CPU 换了一换，然后它的特点还是老几样啊，机身重量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然后同时有2年上门，然后呢噪音也是比较小的。那缺点的话，说实话，它今年续航依旧不咋地，这13代酷睿不知道为啥没调还是怎么的 ，ThinkPad 不至于被调啊，续航表现一般，好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键盘左边啊，这温度太高了啊，这是经常摸的那个地方 ，WASD 也是 QWER，WASD 这个地方是经常摸的地方，所以说我希望这个地方温度要小一点。下面一台 ThinkBook Plus Twist， 就联想今年是整活大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 Yogabook 9i 2个屏幕是不是啊？这台 ThinkBook Plus Twist 也是2个屏幕，它正面有一个 OLED 屏，反面有一个彩色墨水屏，哎，有意思吧？彩色墨水屏能干嘛呢？那除了就是那个很别扭的去用它以外呢，你还可以给它设计那个各种图案，它可以显示你想要显示的图案。也就是说，你的 A 面真的是可以随意定制的，那个可定制性比幻14都要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器很好玩，很好玩。还是那句话，跟 Yogabook 9i 是一样的，就是这台机器我觉得就是一个老板或者富豪的玩具啊。如果说你有觉得很新鲜啊，想拿它来看看邮件啊，自己玩玩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拿来做一个比较重的那些办公啊，比如说你多开几个文档啊，开很多 Excel 啊，有几百行、几千行那种，那算了，这台机器还是不合适的。主要还是以这个概念或者说以这个联想的这个炫技的实力为主的一款产品，给大家也看看，尝个鲜。好，这个价位最后一台机器 LG Gram Style。那和刚才的 LG Gram 数字系列不一样，这台电脑它的外壳精致度要提升不止一个档次，它一下子变成一台精工细作的电脑了。同时，它的外壳你看图片都能看得出来，它不是普通的白色，它是类似于那种贝母的这种颜色，或者珍珠或者贝母的这种颜色啊，它是有这个根据光线它会这个反射出那种不一样的这个色彩的，所以说外壳真的很好看。然后呢，它的 C 面也是设计的比较不错的啊，整体都是很优雅的一款机器。但是呢，价格很贵，而且这个重量也稍微增加了一点。如果说你能接受这个1.2千克这个重量的话，那这台机器我也是推荐的，续航也有6个小时，可以用。好，那接下来就是2万元以上的价位啦，这富豪甄选，哈哈。OK， 那废话不多说啊，第一台微星泰坦 GT77 HX 啊，这台电脑别说2万元以上了，都快4万了，呵呵，太可怕了，4TB 的硬盘呐，我的天呐！啊，64GB 的这个内存啊，也是很恐怖啊。为什么呢？它有4个内存插槽啊，哥们儿。那你如果说你全插那种大容量内存，你不知道能插到多少了，我数都数不清了啊。同时，它有3个硬盘位，
其实上一代有4个硬盘位啊，不知道为啥切了一个，但无所谓，你已经有4TB 固态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其他的也都拉满了，所以说我就不多说了，好吧？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台电脑 GT77它是17.3英寸的，据说它会出18英寸的，这个我不敢保证啊，据说，好吧？你们也注意一下。哦，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屏幕是 Mini LED 的啊，也很牛逼。下一台还是微星啊，你看微星在贵的这个价位段就开始了，你知道吧？微星泰坦 GP78HX 一样是很高的配置呗，啊 CPU 显卡都是顶级，对吧？内存也给你拉到32G 了，17英寸啊，240赫兹的屏幕，性能释放很激进，超增压模式 Ultra 250瓦的性能释放，对吧？再加上 BIOS 可以解锁，我的天呐，这各种各样的玩啊，很极致的一台电脑。但是键盘真的热呀，哎，这噪音也是没谁了，我靠，是吧？所以说这个机器真的是可以把它当台式机玩了。啊，刚前面那台这个 GT 机挺贵是吧？啊，这个更贵啊 ！ROG 冰刃7双屏，京东这个价格是55999元，56000，我去，都可以买辆车了。这个 CPU 还是 AMD 的，哎，真是给 AMD 面子啊！7945HX 处理器，4090的显卡也有啊，64G 4T 的一个组合，哇塞，无敌了！2个屏幕，主屏还是 Mini LED 的，简直就是变态！而且屏幕素质真的是测下来，这个色准也很高啊。Mini LED 调的那么好，真的是很少见，很少见。今年开始 Mini LED 调的好了，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啊，性能释放也很强，真的无敌了，真的无敌了。我觉得就是唯一让我觉得有点尴尬的就是这个续航比较短啊，其他的我觉得都能接受啊，神一般的电脑，神一般的电脑。下面一台 ROG 魔霸7 Plus 超能版，那么这台电脑我们测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处理器，叫做锐龙9 7945HX 3D 啊，就是 X3D 处理器。那可惜现在 X3D 已经没货了，可能就进了一小批，卖完结束，好吧？所以说 X3D 是没货了。但如果你能找到 X3D 的国行的话，那我还是推荐的，很强啊 ，X3D 很强，游戏性能更上一层楼了。然后还有4090那个显卡啊，该有的都有啊，该有的都有。好，下面一台 Alienware X16，在前面那几台机器洗礼下，这台电脑我居然觉得没那么贵了，我靠！哎呀，真的是被 PUA 了呀。它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啊，就是它这个 CPU 是 HK 的，它不是 HX 啊，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 CPU。那显卡也是4080嘛，X16跟 X14一样，也是走超薄路线的，说明他们什么？他们都是设计驱动的产品，设计驱动的产品。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扇散热也很有意思，4个风扇啊，真的是很棒，很有新意，我只能说。但是忍不了的就是屏幕亮度。我刚才也说过 ，Alienware 戴尔和 Alienware 今年全系300尼特、350尼特亮度，拜托你都36969了，要不我再掏点钱，你帮我升级一下呗。啊，你在这个价位段你给我300尼特亮度，你啥意思呢？对吧？这个我搞不明白了，就是不知道啥情况。希望明年 Alienware 不要再这样了，好吧？那么这机器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它接口啊全在后侧，那可能也是因为厚度的关系啊，因为接口如果在侧边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它的观感嘛，啊，肯定会影响它的观感嘛，啊，所以说它不太喜欢啊，对吧？设计驱动的公司就是这样的啊，苹果也是设计驱动的公司，现在也是。好，下一台红旗掠夺者刀锋 X， 这台电脑是我们很早期测的机器啊，当时测下来体验还是行的，因为毕竟这个配置真的是很满，然后同时厚度20毫米左右，20到22，对于一台薄型笔记本来说，这个设计还是很前卫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把它给记录下来，并且推荐它。那目前如果说你要买的话，说实话，我觉得薄型笔记本在这个价位段有别的选择吗？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说因为 ROG 不做了嘛，ROG 不做普通版冰刃了嘛，对吧？然后那个 Alienware 的话，那你这个价位段买不着嘛，4090买不着嘛，对吧？然后雷蛇更贵啊，雷蛇跟 Alienware 一个价格，所以说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所以说刀锋 X 可以考虑一下。啊，那下面一台就有嘛，我们下面一台机器就是雷蛇嘛，雷蛇凌刃16，你看同样的配置都是4090显卡，39999，那这贵的真的是贵1万块钱了，对不对？但它配置也确实更高，它有 Mini LED 屏，所以说还是不错的，而且这台机器，CNC 一体成型机身，然后这个做工质感很好啊，我们都说它是暗黑 MacBook 嘛啊，就是雷蛇的机器有一点很迷惑，就是你看这个热成像图啊，它的腕托是热的，你发现没？你在高负载下，这个腕托是可能热传导很快，这腕托是热的，然后呢，那个2个风扇下面又是凉快的，所以说你在用这台电脑的时候，你会觉得指尖很凉快，然后那个手掌这边就很热。就不是很热，就是有点热感，啊，很奇怪。好，下一台，惠普战99 Studio
这台电脑已经是 Windows 阵营下的最顶级的创意设计 PC 了，就是在这类型的产品里面啊，创意设计 PC 很多便宜货嘛，对吧？那这一台就是很顶级的产品了，好吧？那可能不是最顶级的，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高端的了。我把它放在这儿，并不是说啊让大家去买啊什么的，就是你真的有需求你就买，你没有需求的话，你真的是看都不要看它啊。这个是给专业人士使用的啊，不是普通人，就是说啊我玩游戏或者说办公人群选购的，好吧？这是个特殊的电脑。下面一台还是雷蛇啊，雷蛇凌刃14 2023。那这台电脑也是一个全能本，但是它的配置要更高，价格也明显更贵，然后也挺酷的。和雷蛇凌刃16差不多，就是这个机器啊，它的腕托也是有点热的，所以说你用的时候啊，你要留个心眼，你会觉得说，哎，手掌有点热啊，很正常，很正常。还有一点就是要说一下，这个屏幕没有校色，我觉得有点奇怪啊。我们测的时候它屏幕没有校色，色彩可能会有点偏。那最后一台苹果 MacBook Pro 16，和 MacBook Pro 14一样啊，那这是一台是更加专业的笔记本电脑了啊。那我再啰嗦一句，这台电脑的这个适用人群啊。就是一些比如说程序员呢，或者说是平面设计师啊，或者说影视剪辑的相关类型的人才啊，然后包括音乐制作人，用苹果据说是很多啊，这个音乐制作人很喜欢苹果啊，还有很多我没聊到的啊，那些专业领域的人士是可以用这台电脑的，而且很合适。那什么人不适合用苹果呢？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剪辑可能会用到一些奇奇怪怪插件的、不兼容插件的。啊，包括还有一些工控类的，特别是工学的啊，那些方面的，那就不太适合了，那就还是用 Windows 甚至是 Linux 电脑，就是那种就不一样，好吧，不一样。所以说 MacBook Pro 它是有专用的适用人群的，千万不要乱买，特别是16英寸这么大一台机器，很贵，而且啊买了浪费了，对吧？啊，此外还要注意一下，就是 MacBook 系列可能要更新。那如果说你不是特别急的话，我建议你等一下苹果的这个。不一定有发布会啊，你可以等一下苹果的消息，好吧？可能有更新。那双11的推荐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那今年的话，确实是笔记本电脑的大年啊，正统意义上的大年，因为你 CPU 更新了，显卡也更新了，然后无论是轻薄本还是游戏本都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啊。无论你们承不承认吧，至少在我们测试的数据的总结里面和体会里面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今年买电脑的人应该是比往年要更加开心的。但今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年明显感觉就是性价比的消费群体要大了很多，所以说可以看到机械革命这样的厂商，哇，真的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赞誉和美誉度。往年机械革命可以说是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边缘的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品牌，可能比神州还不如。但是今年完全不一样了，今年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今年的 C 位就是机械革命在站着。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就是太牛逼了，你知道吗？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你想跟他玩，你就得杀价啊。所以说我希望其他品牌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说你在主流价位段你想要获得关注度的话，你可能当下唯一的路线就是杀价啊，就是杀价。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说你今年要买电脑，那我觉得这个双11是个好选择。那如果说想要再等等的话，年底可能会有新品啊，可能也会有新品，但是游戏本明年的性能提升相对来说比较小啊，因为显卡不更新，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控制自己的作息节奏啊。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这里是比爬评测室，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这机器挺牛逼的。这纹路应该是每一台机器都不一样。拜拜。